就在近日，乌军再次取得重大战果。根据相关信息显示，乌军重创了俄军位于克里米亚的一个大型相控阵雷达站，其顶部被炸出了一个大洞，进一步削弱了俄军在防空方面的能力。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接下来跟大兵一起来看一下。根据网上的卫星照片显示，这次被炸毁的是俄军部署在克里米亚西海岸塔尔汉库斯克半岛的一个大型雷达站复合体。之前呢，可能一直是由俄海空两军联合运营的，其探测范围能覆盖乌克兰整个南部海岸和黑海大部分地区。根据卫星照片和此前流出的相关图片，相关人士分析判断，该雷达站的核心应该是 55ZH6M 天空 M 远程预警雷达系统。该系统最早于2013年2月正式在俄西部战区进入到战斗值班任务。截止到2020年，俄军已经列装了几十部该型雷达了。而系统组成方面，天空 M 是由 RLM-M 米波雷达、RLM-D 分米波雷达、RLM-S 厘米波雷达以及 KU-RLK 指挥系统等4部分组成，而且各个型号雷达都装备有有源相控阵天线。根据此前俄官方的说法，基于米波、分米波和厘米波这3种波段雷达，天空 M 是真正实现了一体化组网，优势互补，相互验证。在作战过程中，该系统的米波雷达主要负责在早期发现目标，探测出入侵隐身战机的正面扩散信号，然后再由分米波和厘米波雷达进行定位与制导，同时还能探测到隐身效果较差的敌机侧面信号，使天空 M 实现对隐身目标的发现及摧毁。另外，由于 RLM-M 米波雷达天线采用了7行24列液压接收天线阵列，有着168个发射接收单元，使其发射和接收功率非常强大，可以有效探测出隐身战机的正面散射信号。而 RLM-D 雷达则是采用了有源电子扫描阵列技术，对雷达散射面积低于 0.1 平方米的空中目标也有着至少200公里的探测范围。也正是基于以上能力，使得天空 M 的天线发射机功率较俄军之前的天空系列雷达更大，接收机噪音电平也更低，探测灵敏度更高，预警探测距离也更远。在环形扫描模式下，该雷达系统能在一定距离和600公里高度范围内追踪多达200个空中目标，而在扇形扫描模式下，该雷达则能追踪到距离1800公里范围内的20个弹道目标。此前，根据俄官方的说法，由于天空 M 采用了模块化设计和自动化指挥系统，它的自动化程度极高，其指控系统中安装有能将各项雷达侦获的数据进行融合的航迹融合系统，可以形成供各平台使用的统一图像信息。该雷达系统的操作员只需要负责监控设备的工作状态及其变化就可以了。其他的如空中目标的探测、跟踪和识别、发送和接收各项工作以及指令等工作都是由系统自动完成的。综上所述，俄军在列装了天空 M 雷达系统后，大幅提升了对于远程预警和反隐身作战的能力，使其在反隐身雷达技术开发和应用上获得了深刻的质变，同时也代表着俄军未来反隐身雷达的发展方向。目前呢，该雷达系统已经具备了与 S300、S400 等多种俄军现代化防空系统交换数据的能力，并宣称拥有探测 F-22 和 F-35 等隐身目标的能力。不过，经过这次事件来看呢，俄军在宣传上的水分依旧是很大呀，不然也不会被乌军神不知鬼不觉地炸毁了。而随着这个大型雷达站被摧毁，必然会对未来的俄军产生极为严重的影响，使其不能有效地监测乌空军在相关地区的活动，甚至在不久之后呢，乌军就有可能在俄军未修复该雷达站之前，用苏24战斗轰炸机等战机发射风暴阴影巡航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加强对克里米亚等区域的俄军重要军事设施的空袭，以此为前线的反攻来创造机会。毕竟这种先进雷达复合体，即便是对于俄军来说也是极为宝贵的，截止至今也就列装了几十部。而现如今的俄军对空探测方面，主要还是依靠地基雷达系统。那么该雷达站被摧毁，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克里米亚及其周边区域的俄军将会极为被动。不过让人疑惑的是，乌军到底是如何摧毁这个雷达站的？要知道，现今的克里米亚和周边的沿岸地区呢，依然是处于俄军的控制之下。
按照道理来说，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随后呢，大兵再次上网查阅资料后发现这或许和乌军的无人机部队有关。首先，本次事件的打击者最有可能的还是乌克兰无人机部队，而这一点呢，最有力的证据便是上个月末发生袭击莫斯科事件。就在5月30号，俄国防部突然宣布，乌克兰当天使用8架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尽管所有无人机都被击毁，但这次空袭仍造成2人受轻伤，数栋建筑受到轻微损坏。而这也是自俄乌冲突以来，乌克兰首次对莫斯科实施如此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甚至有人将其称为2战以来莫斯科遭到的最大规模空袭。不过乌克兰方面呢，却稍晚回应说，乌方与当天发生的袭击事件没有直接关系。当然，懂的都懂啊。另一方面呢，当天的无人机是如何对位于纵深地带的莫斯科进行打击的呢？关于这一点事发当天，俄消息报报道称，攻击莫斯科的无人机可能来自于乌克兰，例如从较近的哈尔科夫出发，离莫斯科直线距离那也就670公里左右。同时，还有俄专家称，从被击落的无人机现场照片和视频中呢，可以看出乌军这次袭击中使用了多种型号的无人机。从残骸里呢，能确定的是，参与袭击的无人机包括了乌克兰自行研制的 UJ-22察打一体中型无人机。该机起飞重量为86公斤，速度为每小时180公里，航程达800公里，能携带几枚火箭榴弹和2枚悬挂式82毫米迫击炮弹。而除了袭击莫斯科之外呢，乌军此前也曾对俄军用机场发动过类似的袭击，当时使用的是改装后的图141无人机。该机采用亚音速飞行，航程超过1000公里，成功对俄军军用机场造成了很大破坏。所以这次袭击俄军雷达站的无人机也有可能是乌境内出发的，比如从哈尔科夫首府起飞的话，飞抵塔尔汉库斯克半岛也就340公里左右，只需要使用 UJ-22无人机就能完成任务了。另外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袭击雷达站的无人机是从克里米亚境内起飞的。此前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就有人猜测是由秘密潜入的乌军在莫斯科组装无人机后才发动的袭击。其实稍早一些，美国 CNN 就曾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说，乌克兰情报部门已经在俄罗斯境内组建了一个秘密的特工网络，该组织呢能够将自杀式无人机偷偷运入到俄境内，组装后再次发起进攻。这次可能也是乌军秘密潜入克里米亚，然后才发起的袭击。至于大兵为何不猜测是不是由乌军发射导弹进行的打击呢？首先，要对付这类大型复合雷达站极为困难，毕竟这种大型雷达站它不仅靠近战线后方，而且附近呢也有重兵和防空系统保护，是要比对付 S-300和 S-400防空系统是更加困难。乌军倒是可以用米格29和苏27挂载哈姆反辐射导弹进行打击，但这就意味着米格29和苏27必须进入到俄军的防空网，势必会遭到俄军地面防空系统或者战机的拦截。至于发射风暴阴影巡航导弹进行打击，可能性也不高。虽然该导弹最远射程高达500公里，从哈尔科夫发射的话，距离那也够，但是俄军防空系统应该是能检测到的。毕竟俄军在这个区域部署的防空系统并不少，而且如果是风暴阴影的话，该雷达站的损坏程度不可能这么小。按照该导弹450公斤的装药量，甚至能将该雷达站直接夷平，而不仅仅只是炸出一个洞。至于俄军防空系统为什么没能拦截无人机，按照俄军此前莫斯科被袭击的说法，如果乌军无人机在 S-300和 S-400防空系统最低飞行高度50米飞行的话，这2套系统呢就无法发现目标了，这或许就是该雷达站被摧毁的重要原因。不过经过这次事件后，俄军可能需要面临更困难的情景了，因为在克里米亚地区，除了天空 M 防空系统外，俄军还部署有另外一套更重要的防空系统。所谓的沃罗涅日其实就是俄罗斯自主研发的第4代大型相控阵反导预警雷达，目前呢已经是俄罗斯导弹预警雷达网中的核心装备了，是由俄罗斯明茨无线电技术研究所和远程无线电科研所共同研发的。设计上，该雷达采用了固态有源相控阵技术，基于开放式架构和模块化设计理念，极大提高了对目标的探测、跟踪和分类能力。目前该系列雷达已经衍生出了多个子型号，
另外，由于采用了现代化的雷达设计和器件技术，沃罗涅日雷达的功率远小于早期的第聂伯河等预警雷达，极大降低了对电力供应的需求，显著提高了沃罗涅日的雷达的精度。而性能方面呢，俄官方此前宣称，沃罗涅日对弹道导弹目标的探测威力已经强于美国的铺路爪预警雷达了，具有先进的性能参数，功耗 0.7 到10兆瓦，探测目标可以达500个，探测距离高达2500到6000公里。且该雷达的现代化升级也考虑到了对于高超声速武器的挑战和威胁。此外，其值班人数也减少到了15人。不过这数据中的水分有多少，那咱就不得而知了。需要注意的是，沃罗涅日雷达自2006年正式列装后，俄军现今已经部署了8部。在去年8月份，俄罗斯军事工业企业再次发布消息称，计划新建2部最新型的沃罗涅日导弹预警系统，其中的一部部署地区就位于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而这次天空 M 防空雷达站被毁后呢，俄军恐怕就需要担心未来沃罗涅日雷达建成之后会不会面临和天空 M 同样的命运了。毕竟有一就有二嘛，甚至不需要导弹，乌克兰只需要派遣无人机往上面一撞，整套雷达就毁于一旦了。总结来说，这次俄军雷达站被毁，不仅意味着该地区的俄军将陷入被动，还意味着乌军对该地区的巨大威胁。之后俄军必须找到解决办法，不然该地区的所有防空系统都将无一幸免。那么大家认为未来的乌军无人机部队会不会打击建成的沃罗涅日导弹预警系统呢？欢迎在评论区内留言讨论。如果视频中有出错的地方，也欢迎各位指正。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